我們今天就談談以傷寒論為代表的臨床派對惡寒的解讀。蘋果派嗎？從中文大家就會看到中醫的認知超級先進了。那好，我們上次說到惡寒就是厭惡寒冷，對吧？對臨床派來說啊，這就是一個病人直觀的表現嘛，對吧？我們從病人身上會看到2個厭惡寒冷的表現啊。第一個就是病人主觀的感覺怕冷，那病人就会開始添加衣服啊，蓋上被子啊，風扇孔，對，冷氣通通關掉。這個大家都有經驗。那有的還會喜歡喝熱水啊，泡熱水澡什麼的。對。那甚至直接說哦，超怕冷，其實就是要病了。对，莫名其妙。因為其實環境沒有真的冷。对。是一種自我感覺的過敏。所以說有時候大夏天的他要加外套。穿厚，那個我們病房的都是穿厚。对啊。然後他就說：“哎呀，有風，就是有風。”所以啊，這些其實都是病人主觀上的感覺。古人講驅邪賊風驅邪賊風。說的就是這個。那中醫看到病人有這樣一種驅寒救溫的表現啊，就會記錄下來，叫惡寒。對。那麼惡寒還有另外一種表現，就是病人發抖。打寒戰，全身發抖。這個不是病人的感覺，其實就是體徵，我們醫生觀察到的具體的表現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很多醫生都這樣講，你感覺好啊，那你回去不要感覺，未必是真，對吧？感觉。但是我们醫生觀察到病人都已經發抖了，你說這個東西怎麼作假，對吧？一定是真的，就更有說服力，體徵更有說服力了。大家想啊，正常人什麼時候會發抖呢？肯定是感覺到冷了，对吧？我們感覺到冷了以後，身體它就會調節體溫，發抖產熱其實就是這樣，打寒戰也叫做惡寒，也是厭惡寒冷的一個表現嘛。那為什麼怕冷和打寒戰都用一個詞來表現？這樣不會亂嗎？其實不會。現在是蠻亂的。現在聽起來有點亂，因為啊，古代中醫觀察到這2件其實是一回事。它都是病人積蓄熱量產熱的一個過程嘛。那怕冷呢，是讓我們避開寒冷的刺激，目的就是為了要保溫，保留體溫啦。對。那打寒戰就更厲害了，產熱運動嘛，骨骼肌，對吧？來升高體溫啦。所以從升溫的角度來說，真的是一回事嘛，對吧？然後一條故事線上發展的2個階段，也可以這樣講。一開始是怕冷的感覺，對吧？慢慢發展成打寒戰、發抖、產熱。開始是保溫不夠再產熱。對，循序漸進咯。那麼中醫就知道，有的人只是怕冷沒有發抖。因為他還沒發展到那個階段，可能這個病還淺，才剛剛開始。那如果病人已經發抖，那說明肯定也有怕冷嘛。對，前面那個跑不掉了，後面包括前面，一定要經過第一階段對。所以有時候只是怕冷還沒有發抖，叫微惡寒，微微的沒那麼重但是後來中醫注意到，有的病情很嚴重的病人已經病了很久了，他也會出現微惡寒，只是怕冷沒有發抖。所以說其實如果我們病人如果只是怕冷的話，就要注意了。可能是病很輕，但也未必也可以很重。對，就是變成2個極端了嘛，對吧？那醫生如果看錯用錯藥的話，那真的是會死人了。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古代的中醫就說怕冷發抖是振奮正氣的一個表現。這個當然也是思辨派的一個思維。他可能是看那個發抖這樣劇烈是振奮。對他的理解對思辨派的理解啦。那比方說這個病情比較輕的邪氣比較弱，那麼我們派的士兵也是比較少，夠用派是我們派，夠用就好，人體所以不需要發抖那麼劇烈，只需要怕冷就夠了嗎？那麼相反的，這個病情比較重，邪氣又很劇烈，那麼人體的士兵不夠給力，派不上戰場，弹盡援絕嘛。所以正氣也鼓動不起來，就不會發抖了。所以病重的那種，只有看起來是微惡寒，抖不起来，沒有能量了。对，這個理解也是很有道理的，對吧？對。那如果這個病人只是怕冷，這個時候中醫要怎麼判斷他是病輕病重呢？有的人說看病情發展咯，問一下既往史不就知道了嗎？病重的就是病很久沒好的，正氣都不夠用了，
所以不會發抖。這個聽起來很有道理，是吧？但是後來中醫發現啊，這樣會忽略一種情況，什麼情況呢？古人叫傷寒直中。直中，對。就這個人一發病就是很嚴重的。對。只是怕人沒有發抖。這時候如果按照病情輕來用藥的話，那麼你就耽誤他，可能就會死的。那為什麼呢？思辨派就認為啊，每個人體質不同，有的人很敏感，正氣很快就會調動起來，對吧？那有的人很遲鈍，病情很重了，他也不反應。免疫系統啦，我們現在說啊，所以中醫後來就找到了辦法，怎麼判斷這個病輕病重呢？把脈對。所以後來有一句話說，外感病一定要把脈，因為表面你看不出來嘛。那去把脈怎麼知道輕重呢？其實也很簡單，只要一個技巧，就是給病人足夠的刺激，看病人的反馈。什麼意思呢？就打你一下，看你有沒有反應。上次講把脈的時候啊，我們說中醫把脈有3個層次，對吧？叫浮、中、沉。那輕輕搭在皮膚表面啊，叫浮取；稍微用一點力叫中取；再用力呢，就叫沉取。那麼要判斷病人正氣強不強呢，就要用到這個技巧。醫生手指上的力啊，它是一種刺激，這個刺激會壓到病人的脈管上來，那血管就會變小，血流就通不過，是吧？對，你就壓住了。那麼一個很強壯的人啊，他就很快就會調節，讓心臟更用力的做工哦，才能讓血液通過，对吧？对，所以它冲劲也是更強。对，所以我們把脈啊，就算是按到沉，需要用點力到深層甚至觸骨，其實也會感覺到。它那個力量衝過來是很強的都會抵觸。這個脈啊，實際就是實脈。那實脈的話，肯定是病情是輕的嘛，對吧？如果病情重的話，那個脈管簡直是扁扁的，壓空了。然後你回過來，有可能根本就你甚至會有短暫的完全摸不到脈動。那正氣啊，已經是很虛了。我們叫濡按衝管，對吧？中空。所以呢。不要說是按到最沉，就是中取病人的脈也沒有反饋。那這樣感覺你就感覺不到力氣嘛，這種就是虛脈，所以肯定是屬於病重的，對吧？它沒有反饋嘛？對，它對你的下的力量沒有反饋，它心臟沒有調節。強壯的人心臟會馬上調節。對呀，它沒有。那血液它沒有動力。如果按中醫的話，你能量都不夠，因為現在話講能量，對吧？陽氣。對，而且那個很明顯的那個實的脈好像我們一般講你摸脈是用自己感覺嘛？對啊。但其實實脈也是感覺到這裡來，它飄上去的。對啊，它會往上衝。對，它會往上衝。對。這裡要注意的是啊，浮取是判斷不到病人正氣強弱的。為什麼呢？因為沒有力氣傳達給病人的血管，那只是搭在表面啊，不夠刺激，所以中醫就觀察到一個現象啊，就是有的人脈浮取很有力氣。對。突突的衝過來，但是你一中取反而沒力，再沉取就更弱，這樣的人其實也屬於是病重的啦。對，所以要判斷病人正氣強弱，就一定是要沉取，不能只是浮取了。對，這個機理就是要看病人對刺激的反饋強弱怎麼樣，就像2條狗打架，一隻小狗對一隻大狗。那沒有打之前叫得很猛，就像溫迪一樣，比熊狗，我們比熊狗真的是出去超囂張的，看到大狗在那裡叫，實際上大狗一放開，哇，叫的是很猛，對，小狗叫的凶，然後浮取的時候都是很強的，真正打架沉取的時候沒有用，無力回擊，是躲回去了，你根本就摸不到，虛張聲勢，所以這就好像啊，中取沉取反而就是變弱，就這個道理了，那麼如果是真正的2條大狗很強的打起來啊，那就是有來有往的。比方我手指也很有力量，它衝過來有力，就被刺激以後，這個反饋那肯定是很強的嘛，很有力，實脈就是這樣的。最強的脈是怎麼樣呢？表面上它其實可以不強，也就是浮取的話是可以 OK 感覺不到，但是你一旦再往下啊，或者說一旦沉取啊，一被刺激以後，它激發起來了，好像湧泉一樣對，湧上來的力量。這就好像有些人身體特別強的運動員，有一些人他的脈那什麼浮取好像沒有，對，實際上他需要時間，他的免疫系統其實是很強的，可是他不是過激，对，他夠用，容易過敏或者是容易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
都是一點就着，一點就着。其實他是一個病態嘛。實際上真正打起來，對吧？他是一個紊亂狀態。但是一個真正體能好的人，他往往是你成去以後，我們講叫內斂。內斂，該用的時候用，該用的時候不用。所以你扶取他反而不見得是有多囂張。對，就變成這樣病了。对，所以說這個承取啊，是被刺激以後就會激發，那感覺底下特別有力，這個是最好的。該用的時候才用，不該用就隱藏起來。現在有很多人啊，這個脈啊不是虛張聲勢呢，就是不斷消耗，反正就是。那服中承取啊都很強對，很多代謝病啊，其實真的營養過剩的人對，那老闆真應酬的話，服取就很強對，就是這樣的啊，營養過剩的人都這樣。那好，那話說回來啊，臨床派怎麼解讀這些現象呢？對啊，臨床派不吃這一套啊，要給點科學。對，現代科學發現啊，我們身上皮膚黏膜上啊有很多的細菌、病毒、微生物啊這些。但是為什麼他們沒有說破界就越界，沒有越界真正的進入人體？我們說是越界哈。為什麼它只是待在乖乖的在邊界以外，或者說在我們的表面，對吧？原來啊，就是說這些細菌病毒是不耐高溫的。在高溫的環境裡它們蛋白會變性嘛。它們娘活性就會降低，就是這樣。所以不是他們不要進來。進不來對，所以呢，他們如果他想要越界，再越界往我们真正的這個器官啊、血裡面這跑的時候啊，也就一定要接受這個高溫的考驗了。所以發現我們人類的第一防禦層啊，不是皮膚黏膜，而是體溫就是你人體的體溫能不能真正的起作用，把那個細菌病毒就擋在那個界限，就是黏膜之外。對，我們現在生理學、病理學，他講的第一個防禦是什麼？是黏膜。對。這個講能量、體溫，這個防禦有點像中醫，正氣存內。對，就是這樣的。就是這樣嘛，溫度、體溫、正氣嘛，對吧？那換句話說呢，感染生病首先就是溫度不夠了。所以細菌病毒才有可乘之機嘛，對嗎？那麼人體其實是很聰明的，有一套非常高級的體溫調節系統啦。就可以及時升溫，對吧？那我們剛剛講的故事線啊，先是怕冷保存體溫，如果這時候保存體溫能夠讓細菌病毒抑制，被免疫細胞清除掉，那麼病人只需要怕熱，只需要怕冷，就是病情是比較輕的。那如果怕冷保存體溫還不夠給力，那麼就需要主動產了，升溫了，對吧？發抖就要打寒戰這些然後發燒這些，這個時候就是會誤寒，然後就會發燒，對吧？這個也算是正常的。不該用手用，不該用就不用。對，都是正常。那比較反常的情況，也就是我們說的危症是什麼呀？就是細菌病毒超厲害，但是我們產熱不了，升溫不行，這就有兩種情況嘍。第一個就是我們說的病情拖延太久了，彈盡援絕了，是吧？因為發抖產熱調動的是我們人體儲存肌肉裡面的這個肌糖原，對吧？對，我們平時吃飯一般都會吃得多一點，目的就是讓多餘的熱量轉化為糖原跟脂肪儲存起來，對吧？那因為我們不能24小時都在吃東西嘛，如果沒有糖原，我們要24小時所以需要完了這就很累。對吧？這讓你想起誰？澳大利亞的那個吃桉樹葉的那個考拉叫樹考拉無尾熊。考拉就是真的，他沒有辦法，他只能繼續吃，所以他不是在吃飯就是在睡覺。睡覺他因為能量不夠用，他主要是因為那個桉樹能量少。他吃東西太單一了，這就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吃東西一定要多樣化。他就很可憐，就吃一樣不能再跑題了。對，所以呢，就是說我們也不能24小時都在吃東西，所以需要把能量存起來，慢慢的用。不然的話，我们生活質量就太低，就變成考拉了。就動一下，我肚子就餓了，沒力氣了，對吧？對。糖原就是一種比較快速轉換的能量庫，那脂肪就比較穩固了。
所以大家減肥的時候，一開始重量跌跌都是糖原很高興，不要高興得太早，因為消耗都是糖原，的確因為1克的糖原它會結合3克的水分子所以你減掉的其實是水的重量水。對當你的那個糖原用完以後人體才會用脂肪功能發抖其實就是人體在利用藏在肌肉裡面的糖原的來產能。所以病情如果是拖很久的話，其實糖原都用完了就不會發抖了，消瘦，就會到那個時候就會使用肝裡面的肝糖原，對，那時候就肝裡面的糖原跟脂肪組織了，就只能是最後一步。那大家知道免疫細胞也需要能量所以你不能發抖以後，不發燒以後，免疫細胞的活力也會變差，病情就會更重。那麼另一種情況就是調動不了能量，人體處於儲存能量的模式，轉不過來。這個常見於代謝病的人，這種人有很多脂肪，但是你用不了那現代醫學叫什麼？胰島素抵抗。剛剛我看那本書講的就是 AD 阿爾茲海默病的，講的就是說胰島素抵抗的，或者是已經確診為糖尿病的人。很危險，就會得這種叫3型糖尿病老年痴呆，不是說就老年，中年很多，對，胰島素抵抗所以現代醫學發現糖尿病人他感染慢性炎症對，感染的風險特別高。他那本書裡面就詳細介紹了這個慢性炎症，尤其是糖尿病的人，他炎症分子各種風險就特別高。而且它能量又用不到，所以說體溫免疫就沒有了體溫低對，長期的這種炎症，那這種思辨派就叫傷寒直中，就好像我們把大門打開，讓細菌病毒進來，那就是很嚴重，都沒感覺了，就是人體的反應就已經。對，我們發現是臨床上有一種，就是你說胰島素抵抗，為什麼會抵抗？我們以前說胰島素是把這個葡萄糖轉進去細胞裡面，打開這細胞大門，讓你葡萄糖進去利用。對啊。但是你發現有些細胞它是不需要胰島素的就可以用的，就比如說免疫細胞。所以胰島素抵抗到底是為什麼要抵抗呢？它是不要讓其他細胞用掉，把全部給這個免疫細胞用。所以它是一種戰鬥模式，它有一個優先，先給這個重要的用，打仗先用。其實講這個感染的風險特別高，糖尿病他們也發現，就是臨床現代醫學就是做了解剖這些發現，包括做檢查，阿爾茲海默病 AD 的病人大腦裡面有細菌病毒，有感染，全身炎症，大腦裡面都有進，你想想，它都已經進去了而且血糖高，而且它胰島素抵抗已經有，尤其阿爾茲海默的體溫都低，对嗎？都很低的，就是這樣對，這就是一條線。好，回來。好那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中醫是怎麼看病的，特別科學是吧？那麼我們下次再繼續講悟寒的思辨派的啟發。那思辨派有用，啟發了。喜歡我們的視頻呢，就訂閱按讚我們歡迎轉發，歡迎留言，我們下次再見。